之前的课程我们说了一辆车的前后避震的 sag 应该如何确定，这个大家不管是在我的视频里还是在其他人的视频里都多多少少听过。但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前后避震要留多少缓冲量是几乎没有人讲的，而且这里边的变量会非常多，所以作为一个想把避震调好的你，一定要把这节课认真听。那缓冲量的英文叫 buffer， 如果你在一些国外的视频里边看到这个词的话，你要知道 OK 这个指的是缓冲量 buffer。 我们来说前避震，因为前避震的变量会非常多。这里我画了一个示例，假设这个前避震的总行程是120毫米，这写了120，这里的总行程指的是前轮离地避震内管完全伸展后，我们量上点和下点之间的距离叫总行程。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F1， 之前我们讲的 sag 就是总行程的25%到33%是我们设定的根据自己需求设定的 sag 值，就是这部分，就是车落地人上去之后 OK 总行程咔吃掉了这么多，那这个吃掉的这个部分就是 sag， 剩余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用的。然后我们要留的 buffer 缓冲量是多少呢？是总行程减去 sag 之后的数值的10%到15%。什么意思？总行程这么多， sag 是这么多，那么总行程减去 sag 就是咔剩这么多，这么多行程就叫可用行程，还剩这么多的量可以用来吸能，这部分叫可用行程。而 buffer 就是这个行程的10%到15%，也就是这么点儿。我画在这个地方，拿个数据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总行程是120，我总行程是120，那我的 sag 假设是25%的话是多少？就是120乘0.25等于30，那么 sag 就是30。总行程减 sag 是多少呢？没毛病吧？120减30等于90，90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剩余可用行程，这红色的部分。那么90的10%到15%就是等于9，对吧？也就是9毫米。那我要乘15呢？就是13.5，所以你的 buffer 可以留9到13.5毫米左右。随着我的总行程变，假设是130毫米的，那你就相应的去改变这些数值。然后如果是160毫米或者180毫米或者200多毫米的不同的车型，你就都是按这个逻辑去调整。这里影响 buffer 的量是：第一，总行程是多少；第二，你的 sag 是多少；第三，你的骑行环境或者你的骑行需求是什么样的，来去微调这个 buffer。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数值并不是说定死 OK 我就是10或者就是20，不是的，是根据你的不同的因素去调整。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在不触底的情况下留有一定的缓冲量，用于我们去应急。那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我就是在某一个环境里边去骑车，然后我的体重也是稳定的，我的骑行风格也是稳定的，我各种什么应急状况我都已经想到了，并且试验过了，那我要不要留这个缓冲量？理论上你可以不留，因为你说的话是你把已经所有的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了，你就想让行程最大化，把所有的行程用完，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操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轮烂胎了，因为车头太低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是调的预载还是调的压缩，你为了行程最大化，基本上都是要把这个前避震放软的。那放软的时候就会下得更快。所以在我遇到的案例里面，就是当有一个朋友他在跑赛道，他的圈速也是稳定的，他的体重也是稳定的，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说，我能不能尽量的让前避震下去多一点，吸更大的能 OK， 然后试验的结果就是原来从不烂胎的前轮变成了烂胎。所以以上是我们第一项如何计算。我们说了前跟后，这个10%到15%是国际惯例，没有什么为什么，在避震的设计使用的过程中，这个是一个国际惯例，就跟上边25%左右，是一个一样的意思，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较真儿。